的各位领导、来宾、媒体朋友们，以及正在线上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划时代旗舰汉 L、唐 L 上市发布会的现场。十载春秋，利剑成风。汉唐每一次的技术革新，都是新能源时代向上突破的基石。这10年，从追赶者到引领者，这10年，中国品牌站上了全球新能源舞台的中央。今夜，汉 L、唐 L 将以划时代旗舰之名，书写新能源的崭新篇章。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比亚迪汽车王朝网销售事业部总经理陆天陆总上台分享，欢迎陆总。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比亚迪王朝陆天。最近大家应该是被比亚迪接二连三的发布会刷屏了，上一个震撼还没来得及消化，下一个又来了。在超级E平台技术发布会的时候，我说过要让世界感受来自中国技术的压迫感。如果当时还有朋友觉得我们发布会的技术过于先进，让人难以置信，相信随着今天汉 L、唐 L 正式上市，就会被事实所验证。新车所搭载的所有划时代的技术，全都会变成能实实在在交付给大家的亲身的体验。这种不断回击质疑的情景，对汉唐这两台车来说，其实早就习以为常了。如果从几年前就关注过汉唐或者汉唐的老用户，都应该知道，当10年前第一代唐拿出的52技术横空出世，5年前第一代汉首搭的刀片电池出鞘安天下的时候，动静也不比现在少多少。汉唐这10年，大家感受最明显的可能就是中国汽车身份的变化，从一个插班生变成一个跳级生。放在10年前，你让一个中国品牌说自己的技术是世界级，不要说让我们的消费者相信，可能自己都没有底气。但是换在现在，中国品牌正一棒接一棒的引领着世界新能源技术突破向前。大家总说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但中国人造不出好车这个曾经的观念，就是汉唐诞生前的事实。除了去直面质疑，再用技术去改变，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那个时候，我们心中就只有一个想法：中国品牌什么时候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扎根，
然后再去世界掀起浪潮。我们知道，再根深蒂固的观念，能不能打破是一说，但好歹先去试一试。所以我们要做技术，也只能靠实实在在的技术交付给我们的用户，甚至因为落后了太久，我们必须做出断代领先的技术，才会换来一点老观念的动摇。10年饮冰，不凉热血。因此，一位又一位的比亚迪的工程师踏上了新能源核心技术攻坚的无人之境，把无数心血倾注在汉和唐这两台以中国历史最强大的王朝为名的新车上，这才有了2015年、2020年这两个足以载入中国汽车里程碑的时刻。汉唐新车的诞生，从来都是伴随着比亚迪新能源核心技术的发布，代表中国品牌首次赢得主流中高端市场用户的认可。唐2015年销量迅速破万，汉2020年上市后月销破3万。伴随着两台车第一次带领中国汽车站稳在20万以上的市场，把中国人造不了好车的陈旧观念彻底击破。所以我觉得10年可以是一个记录时间的单位，也可以描述我们到底走了多远。拿技术打一个比方，在燃油车领域，世界第一台量产的 V8 发动机的车早在1915年面世，但是即便时隔了110年后的今天， V8 依然是燃油车性能的象征性符号之一。而在新能源领域，2015年的第一代唐已经采用了800伏的高压平台，但即便时隔10年后的今天，不要说800伏，很多畅销的电动车依然采用的还是400伏的架构。而汉唐 L 作为面向下一个时代的旗舰，已经再次抢先站上了1000伏。可以说，汉唐用自己的10年走完了别人10几年甚至几十年都走不完的路。但是好的技术，如果大家不买单，也只能是实验室里给自己看的奖状。庆幸的是，我们身在中国，大家看重我们的产品，认定我们的技术，也愿意陪着两台中国汽车成长。汉唐10年，朋友越来越多，到现在173万用户的数字，是对汉唐的认可，也是对中国品牌的认可。
这10年之间，如果总结起来说，汉唐其实写了2句话，一句留在了过去，中国人也可以造出好车；一句给了明天，汉唐将和所有的中国品牌一起开启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当然，随着朋友越来越多，想的办法自然也会越来越多。今天，比亚迪携划时代的技术矩阵，再度赋能汉唐家族的全新成员。我也邀请了2位工程院、新技术院的朋友，请他们给大家讲一讲汉唐 L 这2台面向下一个10年的心血之作。谢谢大家，我们等会儿见。感谢陆总的精彩分享。接下来有请比亚迪汽车工程研究院副院长赵炳根院长上台分享，掌声有请赵院长。尊敬的各位来宾、媒体老师、在线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比亚迪赵炳根。听了陆总刚才的发言呢，其实我作为一名工程师很感慨。那我除了是汉唐家族的朋友，我还有另外2重身份。第一个身份呢是参与唐车型开发的工程师。第1代唐在立项之初，合资车呢占据了中国市场的大部分的份额。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突围，是当时自主车企都在思考的问题。那公司当时呢前瞻性的提出了542的战略。那当时国产车0-100加速普遍在13到15秒，甚至是更高。而公司给我们提的目标呢是要做到5秒以内。为此呢，项目团队进行了多轮的方案调整，甚至呢有2次推倒重来。经历了8年，终于量产落地，打破了豪车的技术垄断。那第2代唐呢，则开启了从技术平台到造型设计全方位的正向开发。在设计之初呢，便考虑了整车架构对 DM 和 EV 的兼顾，同时呢，我们还加入了 BSG 电机，让油耗更低，驾驶平顺性更好。我们还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了灵感，发布了 Dragon Face 设计语言，成为一代经典，引领比亚迪进入了造车 2.0 时代。那正因为深入参与了研发工作，对汉唐车型呢有了足够的了解和100%的信任，也解锁了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唐和汉的双车车主。这2辆车已经陪伴我和家人呢近7年的时间，所以呢，我对这2款车有着深厚的感情。汉唐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2个朝代，比亚迪王朝在诞生之初就将汉唐定义为旗舰 IP， 希望这2款车能用最领先的技术带领中国汽车走向世界舞台，书写我们自己的汉唐盛世。2015年第1代唐的问世，凭借542技术让比亚迪进入了
4秒的俱乐部。2020年，汉的上市以刀片电池诠释了安全是最大的豪华。而今天，汉唐 L 携划时代技术再登场，以安全为基准，在电动化的基座上搭建智能化的高楼。那接下来呢，由我逐一为大家讲解我们对划时代旗舰技术的全面思考与最新成果。那购买一款新能源车，用户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我们做了大量的用户调研，虽然新能源车比传统油车呢有着更好的驾乘体验和使用的经济性，但充电难、充电慢还是我们用户购车最大的担忧。为此呢，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能让用户拥有像燃油车加油一样方便的充电体验。今天呢，汉唐 L 搭载比亚迪全球首创的又一突破性的技术——超级 E 平台，彻底击穿用户的痛点，以兆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在超级 E 平台中呢，我们开创了全球首个电动汽车全域千伏的高压架构，依托此架构，打造了全球首个10C 的闪充电池。同时，为了将性能发挥到极致，我们还自建了全球首批的兆瓦闪充站，为用户提供颠覆性的充电体验。那具体表现怎么样呢？好，我们都知道，充电倍率呢是衡量充电速度的核心指标。目前呢，行业的领先水平是5C 到6C， 其实已经非常快了。但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领导者呢，我们将这个指标跨越式的提升到了10C， 由此呢，实现最高1秒钟2公里的超快补能速度，闪充5分钟，畅行400公里，让人等车变成车等人。在3月中旬的比亚迪超级 E 平台技术发布会之后，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用户在惊叹我们充电快的同时呢，也对电池的充电安全、耐久、兼容性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那今天呢，借此机会，我也和大家聊一聊工程师设计时候的一些思考。那首先是充电安全，闪充电池从设计之初呢，就以安全性作为首要的目标。刀片电池本身的稳定性，让它成为了安全的最佳载体，闪充的天然伙伴。关于闪充，用户最关心的莫过于电池的发热问题，而发热呢，又跟电池的内阻相关。我们通过创新的超高速的离子通道技术，为离子呢搭建了畅通无阻的高速路，极大的降低了电芯内阻。在电芯的极注方面，采用了双电子通道，拓宽了电子的传输公路，将电芯产热再度降低。将热源抑制了以后，还得考虑终端的热量的疏导的问题。我们将电芯的碟片工艺升级为对称结构，比传统的这种卷绕的结构呢，热量的疏导效率提升了足足5倍。同时呢，首创双面立体的复合流道电池冷却系统，就像给电池开了双面制冷的空调，
换热面积增加了1倍。耐久性方面，我们独家研发的强适应型的电解液配方和自修复的 SEI 膜，就像给电芯涂上了防晒霜和修复乳，让电池的高温耐受能力提升了35%。充得快，还不挑装。我们还开发了电驱的升压技术、电池自加热技术，可以让千伏架构向下兼容市面上的500伏、750伏的充电桩，还让寒冷地区的低温充电速度提升了53%。工程师们无惧寒暑，通过吐鲁番、雅克什等极端的环境下的严苛测试，确保桩桩都能充，高温、低温也快充。所以，不管是东北的漠河、阿勒泰可可托海，还是内蒙的呼伦贝尔，让你拥有随时出发的底气。谢谢。那同时呢，比亚迪独有的双腔充电技术，让充电功率直接翻倍，实现快充变超充，超充变闪充。实测用双腔充电，那可在180千瓦的普通快充桩达到351千瓦，而在250千瓦的快充桩能达到463千瓦，接近翻倍。这就是技术革新带来的价值与便利。谢谢，谢谢。千伏时代，兆瓦闪充、油电同速，这些曾经遥不可及的技术，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并将引领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趋势，造福每一位车主。讲完充电，我们来再看动力。依托超级一平台的千伏架构，汉唐 L 搭载全球量产转速最高的3万转电机。我也跟陆总承诺了哈，我们这个电机是上市即可，大批量交付。那搭载1500伏碳化硅芯片，打造了全球量产功率最高的580千瓦的电机。那我记得在当时我们的公告发布之后，这个数据呢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的热议，甚至传到了海外，大家都觉得难以置信。那今天呢，汉唐 L 以2秒级的0-100加速，实测305公里每小时的最高车速，打造100万级豪车才有的越级性能，真正实现技术平权。高转速的电机呢，不仅带来强劲的动力，还拥有更宽的更高效率的区间，在各种工况下呢，都有更好的能耗表现。哪怕你以120公里的时速在狂飙，那汉 L 呢，我们的续航达成率也能领先同级7个百分点，实现全域高效、高速无忧。那在纯电领域，我们实现了技术突破。为了满足用户多元化的出行需求，汉唐 L 同样提供了 DM 车型。汉唐 L 搭载的第5代 DM 技术 DMP 王者混动，以支持多工作模式的动力架构、行业领先的热效率以及创新的解耦智能电四驱的设计，既带来了高的性能，也实现了低的能耗，让鱼和熊掌兼得。汉唐 L 四驱的0-100加速时间达到了3.9秒和4.3秒，而100公里的油耗呢低至4.6升和5.6升，达到全球领先水平，甚至比燃油车2驱车的油耗
都低。当然，这不只是一组数据，更反映了中国新能源技术的不断突破。那这其中的奥秘呢，稍后呢会由陆博士为大家详细的介绍。那说到能耗呢，不管是混动还是纯电，我们还从整车角度做了很多的考量。我们希望一辆好车不仅是买车当下的吸引，更多的是陪伴用户日常使用的点滴用心。我们以风为友，重塑了能耗的标杆，经过多轮的方案迭代和风洞的验证，认真打磨每一处的细节，在保证车内大空间的前提下，最终呢达到了汉 L 0.212、唐 L 0.262的风阻系数，同级领先。那再配合我们低滚阻的轮胎、低脱质的卡钳，还有 AI 能耗管理等，将整车的能耗进一步的降低。每一个系统都以专业的视角持续优化，不断探索降低能耗的创新方案。正是这种对细节的执着，才造就了汉唐 L 的极致能耗表现。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相信很多车主和我一样，买车时呢会特别关注车辆的安全性能。汉唐作为旗舰 IP， 一直坚守顶级豪华，致力于打造安全的标杆。我们基于全球安全评价体系的最高标准，进行整车的安全设计，满足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要求，以更权威的标准为用户带来更安心的守护。我们从事故发生前的主动防御，到发生中的被动防护，以及发生后的紧急应急措施，全方位的考量，力求将伤害降到最低。那首先，主动安全的设计呢，目标是从源头上去降低事故的发生概率。汉唐 L 具备100公里每小时的 AEB 能力，马上呢，我们也会通过 OTA 让它升级到120到140公里每小时，保证在高速行驶状态下的行车安全。当然了，在低速倒车或者我们泊出车位时候呢，也可针对盲区障碍物进行刹停。汉唐 L 还针对多种安全场景持续迭代，提升了开门预警、车道偏离等17个场景的识别能力，并加强了儿童、2轮车遮挡横穿等36个高频危险场景的训练，降低事故发生率，守护每个交通参与者的安全。那当碰撞发生的时候，被动安全呢是用户最重要的屏障。针对不同的碰撞工况下的受力情况，我们充分考虑了材料、结构、工艺设计，形成了一个安全防护的矩阵。首先，在车身结构是整车被动安全的基础。汉唐 L 采用了多环笼式的车身结构，同时呢，在材料使用上毫不吝啬，整车潜艇级的热成型材料占比33%，全球最高。强度呢，最高可以达到1800兆帕，是普通钢材的4倍，打造了72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成员舱保护。侧面碰撞呢，相比其他的碰撞工况呢，它的缓冲空间会更少，因此对 B 柱和侧门强度的要求呢会更高。标准的碰撞要求只在单一的位置进行测试，而我们呢实现了从 A 柱延伸到 C 柱的
全面的防护，侧面铝合金门槛加强梁，长度达到2米。那车门也采用了同级少有的1800兆帕热成型钢双防撞梁的设计，还在 A、B 柱上使用了5层的热成型和复合材料结构，筑起了牢不可破的安全屏障。除了成员舱的保护，电池的安全也是重中之重。汉唐 L 呢，将电池安全防护能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整车采用环抱式的 C2B 架构，我们连底部都采用了4层的防护材料，对电池呢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凭借以上的设计，最终呢可通过高达1200焦的冲击力测试、70公里每小时整车刮底的测试和400千牛的电池系统的挤压测试，远超行业标准。那唐 L 呢，车上配了11个安全气囊，同级领先；汉 L 呢配了12气囊，同级最多。唐 L 搭载的电机预警安全带与智能驾驶系统深度协同，真正做到了多层次、多场景的智能防护，确保安全不留盲区。在碰撞后，如何避免伤害的扩大？我们利用了跨域融合带来的安全冗余备份，即使是某一个域控制器失效，那其他的2个控制器呢也可以正常发出信号，确保碰撞后的车门解锁，同时呢触发高压系统的断电保护。另外，eCall 系统也会在第一时间发出求助信息，缩短救援响应时间。所有的设计都需要实践的验证。我们针对100多项碰撞工况，进行了超过8000次的仿真优化，300余次的实车碰撞，真正做到了千锤百炼，铸造出汉唐 L 的旗舰安全。钢筋铁骨铸安全，智行科技护全程。我们为汉唐 L 打造的全维安全体系，还覆盖了信息安全、防盗安全等方方面面。我们始终坚守安全的严苛底线，坚持安全是最大的豪华。那比亚迪呢，我们也最早提出了自电融合，整车智能才是真智能，打通智能化和电动化，使功能无界拓展，性能突破提升，全面提升用户的智能驾乘体验。自电融合决定了整车智能水平的上限，从功能够用到体验的好用，再到懂你所想的爱用。整车智能让汽车像人一样，可以看到，可以听到，可以思考、决策并付诸行动。全新的自电融合架构通过智驾、智舱、底盘等系统的感知融合，以及执行元件的跨系统的复用，突破了单一系统的极限，实现了功能跨域融合的协同。那基于此，可以为整车带来更快的响应、更多的功能以及更稳定的运行环境。基于全面感知、融合控制、迅捷执行，真正实现整车智能，为用户打造更舒适、更便捷和更个性化的智能新体验。那接下来我将从智能底盘、智驾、智舱以及智慧户外4个维度呢，为大家展示。首先呢，底盘是影响我们驾乘体验的核心的要素。如何才能打造人车合一的驾乘体验呢？基于融合，我们让底盘的驱动
转向、制动、悬架4大系统深度协同，实现横、纵、垂3项6维的控制，打破壁垒，提前思考，精准控制。传统的车辆呢，在紧急避障或高速过弯的时候容易侧倾甩尾，汉唐 L 搭载的车辆通过我们首次搭载的前馈控制算法，可实时的监控车辆行驶。若发现当前的状态与正常行驶模型产生偏差，就会协调制动、转向、悬架，提前介入控制，减小车辆的横摆，做到预判未来轨迹，让惊险化于无形。汉唐 L 搭载的云辇息的系统也同步升级了预瞄的功能，充分利用智驾的摄像头，提前感知前方15米的路况，对坑洼、井盖、凸起等路面进行识别，实时的调整车身的姿态和悬架的阻尼，可减少10%的垂上冲击，以云为辇，纵享舒适丝滑的体验。云辇息和制动系统也能完美联动，让车辆起步抬头减弱32%，刹车点头减弱70%，做到转弯不侧倾，过坎不颠簸，启停不晕车。那相信不少的车友们都有在冰雪、积水等湿滑路面车辆打滑的经历。那数据显示，每年打滑会造成约30%的安全事故。为此呢，汉唐 L 升级了最新的控扭 CP， 通过缩短控制的链路，我们将扭矩响应时间缩短了80%，对车轮扭矩实现更精准、更实时的调配。无论是加油冲刺还是松油回馈，都能稳住车辆不打滑。当然，弯道也是考验整车底盘素质的试金石。汉 L 搭载了比亚迪首创的智能底盘矢量控制系统，通过感知、决策、执行融合，实现了驱动系统的前后扭矩分配，同时呢，主动为车辆施加附加的横摆力矩，让转向更灵敏，在蛇形过弯、弯道要圆、高速避障时，减少方向盘的转幅，更符合驾驶员的意图。想你所想，人人都可以是老司机。在汉 L 上，我们还为年轻用户设计了多样化的操控模式，提升了驾驶的乐趣，提供场地竞速、直线加速、漂移等模式。其中漂移模式呢有10档可以选，让新手也能玩漂移，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那众所周知呢，冰雪路面是最能体现操控性能的魔鬼场地。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段汉唐 L 的冰雪视觉盛宴。
在支架上，我们搭载了天神之眼 B 激光雷达呢起步及标配。支架的场景涵盖了高快以及城市领航、智能不设限，还支持超过300多个类别的泊车场景。那智能座舱呢也不能少，在汉唐 L 上，我们接入了满血版的 DeepSeek， 实现 AI 上车，为用户开启懂得多、做得快、够聪明、聊得来的智能语音交互新篇章。那语音的响应时间可以提升25%，实现无缝对话，让车机解答小朋友们的10万个为什么，也可以全家参与玩成语接龙。在支架支舱以外，我们还准备了2个彩蛋，那就是唐 L 搭载的零渊智能车载无人机系统和电动隐藏式拖车钩，为用户带来更多样化的户外出行体验。无人机可以在行驶状态下使用，在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自动起降。高精度的车载定位模块还能让无人机像信鸽一样自主返航，不用担心断连。那拖车钩最大的承载能力达到2吨，拖上房车，全家露营，说走就走。而且呢，拖车钩能够电动隐藏，丝毫呢不影响日常的驾驶。大家常说，人就应该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而汉唐 L 将所有复杂都变成简单，行得稳，看得远，懂互动，可拓展，享品质。基于智电融合，我们为用户搭建了一整套智慧户外全场景的解决方案。无论是穿梭于城市的车水马龙，还是驰骋在戈壁的广袤天地，都能实现。关门是家庭，开门是旷野。在性能领域，我们是划时代的颠覆者，用技术突破解决用户痛点。在安全领域，我们是划时代的坚守者，秉承安全是最大的豪华。在智能领域，我们是划时代的引领者，通过架构的革新，开启整车智能化新体验。我们也坚信，汉唐 L 作为划时代旗舰，必将引领下一个10年。谢谢大家。感谢赵院的精彩分享。接下来有请比亚迪汽车新技术研究院 DM 平台总监陆国祥博士上台分享，掌声欢迎。尊敬的各位观众、媒体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陆国祥，很荣幸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比亚迪最新的技术成果。20多年前，比亚迪布局新能源汽车战略，坚持插混、纯电2条路径发展。自2008年量产全球首款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F3DM， 截止目前，比亚迪插混车型累计销量已突破600万，连续多年稳居全球插混销量冠军。这20多年，是我们插混技术从开创者到破局者的20年，打破了插混是过渡方案的固有观念，树立了插混技术作为新能源战略核心地位的行业共识。我可以骄傲地说，比亚迪插混技术已成为行业标杆。今天我们要再次定义，插混等于增程加混动。大屏幕上直观地展示了增程模式
和混动模式的对比。低速用增程，发动机可以高效发电，电机驱动车轮，化学能转化为电能后，然后再转化为机械能。高速用混动，发动机在高效区运行，直接驱动车轮，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少了一次能量转化，效率会更高。而 DM 架构完美结合了增程模式和混动模式，可以使发动机始终运行在高效区，同时提升了能量转化效率。我们用同一台唐 L 分别进行了增程模式和插混模式的油耗对比。相比于增程模式，插混模式的油耗可以降低 15.3%， 意味着插混技术能够实现全速域高效驱动，是极致油耗的最优架构。简单来说，增程能做到的，插混可以；增程做不到的，插混更加可以。谢谢。比亚迪第5代 DM 技术 DMI 超级混动已经实现极致油耗，但用户期待更全能的座驾，既要日常通勤省油，又要高速动力澎湃，还要轻松地应对各种越野挑战。这样的六边形战士真的存在吗？我们工程师的回答是：当然存在。比亚迪的工程师团队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经历3年的技术攻坚，突破能效与性能的平衡桎梏，找到了全场景的最优解。今天就让我为大家隆重介绍比亚迪第5代 DM 技术 DMP 王者混动。DMP 由插混专用 1.5T 高效发动机、EHS 电混系统、3合1后驱动总成、节油机构等核心零部件组成，打造了一套真正的节油智能电四驱。5代 DMP 增程混动兼得，自由切换2驱和4驱。当您极致追求油耗时，车辆以2驱的模式驱动，可以获得超低油耗的体验。当您追求极致动力时，后驱的电机智能结合，从而获得4驱的强劲动力。基于增程、混动、2驱、4驱模式的灵活组合， DMP 可以实现10种驱动模式的切换，让车辆始终保持最优能耗和最佳动力，真正实现了一车多用。那么，通过什么技术可以实现这种10个模式智能切换呢？5代 DMP 全球首创全速域轮端节油技术，通过智能控制节油机构，实现全速域范围内后驱系统的快速脱核，响应时间小于200毫秒，最大限度降低了脱液力，可以降低每100公里油耗 0.5 到 0.8升。试想一下，在急加速、长爬坡、高速超车等场景，当您需要强劲动力的时候，节油机构会智能结合，实现4轮驱动。在低速、城市出行等场景，需要最优能耗的时候，后驱电机无感脱开，获得2驱车的极致油耗体验。通过轮端节油技术，我们解决了油耗和动力难以兼得的难题。无论是在城市、高速、山路还是雪地，都可以为您带来全场景的油耗和动力的完美平衡。除此之外， DMP 对核心零部件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前驱动总成继承了第5代 DM 技术，完美传承了低油耗的基因。插电式混合动力专用高效 1.5T 发动机，热效率达到 45.3%， 行业领先。相信很多去过高原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惑：高原地区充电困难，
车辆依赖发动机驱动或发电，但是由于空气稀薄，会导致发动机的功率衰减。为此，我们首创了插混专用的电可变涡轮增压技术，在不同的海拔下，通过调节喷嘴环的这个开度，捕捉更多的进排气能量，提高进气压力，以解决进气不足的问题。配合高效燃烧系统，完美获得动力和油耗，实现高原性能的远超同级别发动机，并获得中汽研首批高原动力之星的认证。插混车的发动机通过直驱，比增程车动力更强，油耗更低，彻底解决了高原车亏电时动力不足、油耗高的痛点。电驱方面，前驱 EHS 电混系统，电机峰值功率200千瓦，峰值扭矩315牛米，综合工况效率达到92%。后驱搭载3合1驱动总成，最大轮端输出扭矩4570牛米，行业同级领先。插混专用功率型刀片电池，是比亚迪为插混专门打造的电池技术，拥有最大322千瓦的放电能力。相比于上一代，均温性提升45%，能耗降低34%，另外温升速率提升30%，具备更强的低温适应能力。以行业领先的全站自研技术为基石，搭载 DMP 汉 L 100公里加速3.9秒， NEDC 100公里亏电油耗4.6升，唐 L 100公里加速达4.3秒， NEDC 100公里亏电油耗仅5.6升，同级别最优，行业标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DMP 真正实现了全场景能耗最优和动力最佳，鱼和熊掌可以兼得。谢谢。好系统架构是基础，用户的好体验才是答案，让你既能开得省，又能开得爽。在行车、超车、城市拥堵、高速等场景下，车既省油又动力澎湃；在湿滑、洼地不平的野外，又能更安全、更稳定，脱困能力更强。刚才赵院长也介绍了智能化的技术，依托比亚迪智能化的强大平台 ，DMP 王者混动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智电融合的创新体验。下面我为大家一一介绍。对比标准的测试工况，实际开车遇到的场景更复杂多变，车主们往往会碰到城市拥堵，加上高速路况，加上复杂场景的这种综合工况。传统的能耗控制方法呢，由于不能够提前预判实际道路的情况，无法实现在复杂场景下的能耗最优。为了突破这一技术瓶颈，我们正式推出 AI 能耗管理系统，基于近100万公里的实车能耗测试，构建覆盖130多种工况的多维数据集，在保证动力的前提下，实现能耗最优，让我们的车辆会思考、会决策，成为更懂您的智慧能耗管理专家。在导航场景下，通过导航、地理环境等丰富的感知输入，主动适应您的驾驶习惯，配合 AI 能耗预测模型，提前预测车辆的工况，为您自动切换最省油的行车模式，实现最高18%的节油率。在无导航的通勤场景下， AI 能耗管理系统会充分的学习通勤特征，为您规划最适合的动力输出模式，节油最多12%。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一起来感受 AI 能耗管理的神奇之处。
航开启，全程57分钟，44公里。使用 AI 能耗管理，面对复杂的路况，一箱油能多跑100公里，大家觉得省不省？不仅如此 ，AI 能耗管理还可以让您越开越省油。这里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第5代 DM 技术全系车型均会搭载 AI 能耗管理系统，欢迎大家体验。当您驾车远途旅行时，面对复杂多变的越野工况，可能会因为手动切换多个地形模式而感到手忙脚乱，影响了我们的越野体验。为此呢，我们开发了一套智能地形识别模式，实现多种地形一键智能切换。DMP 基于玄机架构，结合天神之眼，构建了多模态融合感知模型。在开发过程中，我们经历过600多个场景，100万级的数据训练，能够以99%的精度，准确地识别公路、雪地、泥地、沙地等路况，智能匹配最佳的地形。越野途中，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也可能会因为车轮打滑、深陷泥沙而手足无措。因此 DMP 推出现车助手，让新手也能轻松脱困。下面我们来通过一段视频感受一下智电融合的魅力。我们 DMP 王者混动智电融合的创新功能，大家满意吗？在强大智能化平台的加持下，我们还会持续的创新更多好玩好用的功能，推送给唐汉 L 的车主们。在 DMP 王者混动的基因里，我们不仅追求最优能耗与最佳动力的平衡，我们还要为用户打造更好开的车。为此，我们首创了动态跟踪扭矩架构算法，为车辆注入了一颗智慧心脏，毫秒级的响应，精准感知每一次油门的细微变化。无论是拥堵的城市道路、红绿灯的快速起步，还是高速超车的紧急情况，车辆都能稳定起步，迅速响应，没有顿挫感或者动力延迟，让每一次驾驶都是一场人车合一的
极致体验。第5代 DRAM 技术开创了油耗2时代 ，DMP 王者混动铸就了插混界的6边形战士，全面均衡无短板，让大家越开越省油，越开越好开。DMP 重新定义了插混行业性能标杆。比亚迪以技术颠覆者的姿态，将插混市场推向全能王者的新纪元。DMP 王者混动为颠覆而来。谢谢大家。感谢陆博士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掌声有请比亚迪汽车王朝网销售事业部总经理陆天陆总，为我们揭晓汉 L、唐 L 带来的更多惊喜。有请陆总。好，谢谢赵院长和陆博士2位汉唐朋友们的分享。其实从准备这场发布会开始，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新的方式，让不管是在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还是我们线上的用户朋友们，都能够参与到现场里来，一起打造属于我们的划时代的旗舰。我们先从汉 L 开始，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数据。预售到现在，每3个汉 L 预定的车主，就有2个是90后或者是00后。所以呢，吸引年轻人的究竟是什么？细问之下，大家选择下定的原因，不约而同的几乎指向了汉唐 L 搭载的划时代的技术。无论是超级1平台、兆瓦闪充、油电统速，还是王者混动、智能底盘，我可以毫不避讳地说，你们拥有的是全世界最前沿、最领先的新能源技术。汉 L 从立项之初，在我们的内部就是这么定义的：为年轻人打造一台旗舰轿车。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要为年轻人打造的车，第一点就必须要好看，还要有独一无二的辨识度。无论是任何一个角度，就算在远处的车流中，也一眼能够被大家认出来，这肯定是台汉 L。要做到这个效果，汉 L 首先就要有一个足够修长、优雅的车身，所以它拥有5.05米的车长、1.96米的车宽和将近3米的轴距，标准的 C+ 级的底子，可以给到我们年轻的设计师们更大的发挥空间，让这台属于王朝的旗舰轿车既有我们中国文化的内涵，又能帅得起来。我们在汉 L 上采用了全面进化的 Long Face 的龙颜美学，凤之麟的中国结尾灯，书法笔锋的外饰设计。看过实车的朋友明白了我们的坚持，只有原创出来的设计，才有自己的灵魂。给大家分享一张图片，来看看我们的设计师和工程师们对汉 L 的造型抠的有多细。做第一分组并不难，但难的是既要保证分组，又要保证辨识度。所以光是汉 L 的车身，小到它的门把手、
导流板，大到它的钣金、车身的腰线，一笔不多，一笔不少的设计，才能让汉 L 融合了更多标志性的中国元素，同时还有着低至0.212的分组系数。首批汉 L 到店之后，很多朋友跟我说，莫竹青的实车比图片更好看。其实呢，我们呢还准备了3个颜色：玄甲黑、锋刃灰、流光银，每一个都很高级。我们希望不管是想低调还是个性的用户，都能选出自己想要的配色。同样被大家点赞的还有我们汉 L 的内饰，5电顶的设计元素与云锦灰的配色放在一起，应该一眼就是高级感。正因为扎根于中国文化，才让这台车有了一副过目不忘的中国的面孔。看完了设计，让我们换一个视角，坐进汉 L EV 的驾驶位，体验这台为年轻人打造第一台纯电旗舰轿车。给年轻人的车，除了帅，还要快，动力可以不用，但绝对不能没有。超级平台全域的千伏架构，3万转电机，1500伏碳化硅功率芯片，让汉 L EV 可以用2.7秒实现0到100公里的每小时的加速，4.74秒的100到200每公里的每小时的加速，实测达到了305公里的每小时的极速。这一组参数有多炸裂？我找了一个参考，保时捷911、卡雷拉作为顶级超跑，0-100加速也不过就是3.3秒，100到2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5.5秒，还有306公里每小时的极速，都与汉 L EV 非常接近。至于它们的价格，我都不用多说了。所以，如果还有人诟病电车的中段加速不行，极速不快，从今天起，汉 L EV 将会让这样的吐槽彻底成为谣言。当然，可能也有弹幕会说，这些键盘值很高的参数，平时也用不上几次。但是，我觉得，造给年轻人的第一台旗舰，肯定不是这个逻辑。大家无论是开车还是坐车，一定遇到过1-2个瞬间加速就觉得值回车价的场景。比如说被慢车挡了很久，终于等到了虚线可以变道超车的时候，又比如说刚刚通过高速收费口或是停车场的道闸，一脚加速就让前方豁然的开朗，那种瞬间的感觉就会告诉你已经是值了。尽管我们为强大的性能匹配了全维的安全作为兜底，但拥有汉 L EV 的你，还是需要在公路上遵守我们的法规，安全行驶。如果想要撒欢，欢迎到比亚迪的赛车场一试身手。这台车有多安全？刚刚的赵院介绍已经非常详细了，图上的每一个数据都符合全球顶级的安全标准。关于安全的配置，汉 L EV 我们不区分我们的高低配，会在任何时候守护你和家人的平安出行。说完性能快，接下来介绍的也和快有关，比如能不能让无聊的时间直接快进呢？
超级一平台带来的兆瓦闪充油电同速，就把无聊的充电等待时间开了10倍速。汉 LEV 闪充5分钟，畅行400公里。5分钟只是听一首歌的时间，甚至都打不完一盘游戏，就可以再次出发了。再给关心我们兆瓦闪充的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伴随着汉唐 L 的上市，比亚迪首批500个兆瓦闪充站也全面铺开，另外还在全国各地建设了4000多座的兆瓦闪充站。比亚迪的兆瓦闪充系统面向全行业开放，超级一平台发布以来，我们也密集地收集到大量的合作意向。我们将与国内的众多的头部充电的运营商展开合作，共享共建，让大家更快地感受到兆瓦闪充油电同速的极致体验。同时呢，兆院呢也为大家介绍了汉 LEV 的全域千伏的架构，还全系支持了我们的双腔充电和电驱升压技术，向下兼容市面上的500伏、750伏所有的充电桩。双腔充电也能让快充变超充，超充变闪充。讲完了汉 LEV 划时代的电动化技术，这台造给年轻人的车，我知道你们还想要更多，比如一个更舒适、更智能的空间，这台车是否也能考虑周到？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场景：约好了朋友周末自驾游，结果还没开到目的地，精力就在半路上被开车给消耗干净了；或者是刚加完班，身心疲惫，但一旦上车，还要面对满屏的红色的导航地图。所以，一台满足年轻人所有想象的车，一定是要帮助您把驾驶的疲劳感和精力尽可能的省下来。我们要为汉 LEV 增加一套超好用的高阶支架，天神之眼 B 高阶支架激光版，覆盖从城市领航、高快领航到智能泊车的全场景的支架，无需等待，提车时直接自驾开回家。那既然自驾可以把年轻人开车的疲劳减轻，一个够智能的座舱是不是也可以减少动手的繁琐？比如把车给朋友开过以后，要重新调回座椅，菜单的设置让人多么的抓狂。这时一个够智能的座舱就像一个智能的私人管家，随叫随到，而且还了解您的习惯和偏好。所以我们为汉 LEV 配备了 D-Link 150的智能座舱高阶版，拥有4纳米座舱芯片，还接入了 DeepSeek 满血版，深度思考，随时响应，配合 OneID 的账号体系，完美匹配了你的个人用车习惯。汉 LEV 所拥有的一定是个智慧满分的座舱。整车的智能不止于智驾和智舱，坐过副驾驶位置的朋友应该都有过一个令人非常尴尬的时刻，手里正喝着饮料，路面上出现的坑洼或者遇到车流急停急刹时，饮料能不能喝到嘴里完全取决于主驾的脚法。所以工程师团队还为汉 LEV 定制了一套真正省心又好用的智能的底盘，配合我们的云辇 C 路面预瞄和舒适控制，随时展开时空的推理，路见不平也会让你自然从容。有了智能底盘，配合前双叉臂
后五连杆的满分的悬架。汉 LEV 给年轻人带来了一整套好玩、舒适、够高级的驾乘体验，不会留下任何一个体验的死角。我们想让一台划时代的旗舰给您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的享受。相信大家都体会过夏天我们躺在沙发上随手打开一瓶冰镇的饮料的幸福感，或者冬天回到家里面，一杯热水从喉咙温暖到手脚的安心。所以我们给汉 LEV 的座舱放进了4个11层超厚云感的座椅，以及一台调节范围从零下6度覆盖到50度的冷暖冰箱。看过实车的朋友都应该会发现，汉 LEV 的前备箱可以说大的离谱，达到了160升，约等于3个20寸的登机箱的空间，能装得下24打550毫升的矿泉水。这也是迄今为止可以不加任何定语的全球最大的前备箱。这也是我们超级一平台让整车集成度得到了巨大的提升的最直观的证明。除此之外，再配合多种香型的香氛，在同级最强的静谧的座舱中，聆听着 HiFi 级的丹拿音响，整个座舱体验可以总结为3个字：氛围感。希望你只要坐进汉 LEV 的座舱，全身的感官可以被调动起来，让你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享受一份难得的松弛感。好了，这就是汉 LEV 一台可以满足年轻人和年轻家庭所有想象的第一台纯电的旗舰轿车。给年轻人的第一台旗舰轿车，我们还为你提供了一个更多的选择——汉 LDM 这台划时代的插混旗舰。首先，汉 LDM 在空间、舒适、智能、底盘上都有着和汉 LEV 一样的旗舰的体验。不一样的是，汉 LDMI 首发搭载了我们第5代 DM 技术 DMP 王者混动。作为一台满足了年轻人所有想象的插混旗舰，它拥有着 3.9 秒的0-100加速，捷耦智能电视区， 4.6升的馈电油耗和1200公里的综合续航里程。这是第一次有5米以上的4驱车型把一系列不可能的指标集于一身，智能切换2驱和4驱，让汉 LDM 极致效能与极致性能一车兼得。无论是满电还是馈电，一脚踩下去保证不会踩空，随时爆发出你想要的动力。不管是 EV 还是 DM， 这一次汉 L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无论你是买给我们自己，还是买给你们的小家庭，无论怎么选，汉 L 都会是最适合你的满分的答案。说了这么久哈，下面我想用一支影片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汉 L 我们给年轻人打造的第一台旗舰轿车。
说到这里，我知道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有了孩子或者拥有一个大家庭的朋友们，还在期待一台 SUV， 希望能够让一台车成为家的延伸，陪着自己，也可以带上家人，在不同的风景里装更多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立项唐 L 的初衷，给大家庭的第一台旗舰 SUV。市面上的7座 SUV 整体造型都偏向保守，新能源不止于能源形式的创新，设计上也要更有自己的风格。唐 L 作为一台划时代的旗舰 SUV， 就要给大家全新的感受。如果说汉 L 的设计要追求的是流畅和速度感，那唐 L 要的就是饱满和体量感。在同样运用 Long Face 的龙颜美学、书法笔锋元素的同时，唐 L 根据大型 SUV 的定位调整了风格，看起来更坚实、立体，尤其是侧面面对雕塑感的营造，以及尾灯全新的竹之韵的中国结，极具辨识度。同时呢，我们也一次性拿出了4个颜色，分别是玄甲黑、繁星灰、银石白、墨竹青。大家集中好评的是我们的墨竹青，我们在汉唐 L 上都提供了选择。当然，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唐 L 更加的稳重低调，我推荐一下我们的繁星灰。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颜色，既有光泽感，在稳重的同时又很好的凸显了我们车身线条的雕塑感。同时呢，它还满足一个逐渐变色的要求。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店端去做一些这种参照，它在阳光下和在阳光内会有一个不同的颜色给大家呈现。这就是我们对颜色的需求。来到家庭用户最关注的内饰，5殿之下大雅之堂，3D 的竹木营造出独特的尊贵的雅致。在内饰配色上，我们准备了霞飞红和云锦灰这2个颜色，希望能给唐 L 的用户提供不同方向的选择。唐 L 由内而外一系列极具东方豪华韵味的设计元素、材质工艺与色彩的组合，不但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审美，还带着中国文化特有的亲和力。回到车型上来，既然唐 L 是献给大家庭的第一台旗舰 SUV， 那么作为家的延展，就要满足全家人都坐得下，同时还能轻松安置每个人的物品。这时呢，唐 L 标配着大7座的布局，就显得格外的方便。你可以选择放倒第3排空间的任意座椅，灵活分配成员和行李的空间，最大拓展至1960升的后备箱，全车18处的储物空间设计，也给唐 L 带来了极致空间适应性的利用率。毕竟谁会嫌弃家里的柜子多呢？都是休憩的场所，家和酒店那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在于，酒店只是临时入住，而家是一个有情感的地方。你可能想给每一个家人打造自己的专属的空间，比如说，是不是有女主人专属的化妆间、孩子们的玩具角，
还有给父母准备的按摩椅。那这台唐 L 也得像家一样，软装、家电都配齐，住得舒服，还得把每一个成员都照顾到位。从副驾的化妆镜、腿托，到1、2排座椅的通风加热与按摩，从双层冰箱到隐私玻璃，这就是为什么唐 L 可以满足每一个座位成员对旗舰 SUV 的想象。其实呢，在朋友们对家的众多描述中，除了空间和舒适，提及最多的一定是安全感。当大家每天下班穿过城市的车流，一回到家里就能放下疲惫，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个只属于你的安全空间。所以要做大家庭的旗舰 SUV 呢，必须得够安全，而且安全到让人可以安心的享受，一切功能才有意义。一张图回顾一下唐 L 满满的安全感。说了这么多，为您和家人打造属于大家庭的第一台旗舰 SUV， 是因为唐 L 的车主可能每一位在都市楼宇间奋斗的人，家人的开心就是他们忙碌之后最大的安慰。但除此之外，这台旗舰 SUV 是不是能够为你考虑呢？一台旗舰 SUV 的主驾绝不应该是一个妥协位。搭载着 DMP 王者混动的唐 L DMI 4.3秒的0-100加速，5.6升的馈电油耗，1270公里的综合续航，我相信这些你在任何一台增程的 SUV 上都是找不到的参数组合与体验。捷偶智能电视区第一次让市区性能车还拥有着接近两驱混动的油耗，甚至比同级两驱的增程车型每100公里还要多省1个多油。所以 DMP 王者混动能给唐 L 的用户带来什么呢？我觉得它能给带来一种底气，可以不用考虑能耗，不用在意行驶路况，安心的带着家人们穿梭在不同的城市，或者去更远的风景。因为你知道 DMP 王者混动会是完美旅途中的坚实的保障。其实呢，除了性能和能耗，以往的旗舰 SUV 的悬架总是让人两难。如果做得太硬，家人们颠的受不了；做得太软呢，主驾开的没乐趣。高速转弯，要不就只能降低车速，要不就一车人跟着左晃右晃，左摇右晃。所以呢，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悬架与一套强大的智能的底盘，对于唐 L 的车主来说，是不是也更重要？相信只要大家亲自试过我们的唐 L， 就会发现原来一台大7座的 SUV 竟然也可以这么好开。大家庭的旗舰 SUV， 驾驶者可能有着不止一个人，唐 L 要让男主人或者女主人都可以轻松的驾驭，所以唐 L 也同样拥有着天神之眼臂高阶支架，让城市通勤更轻松、更安全，还能把长途自驾的精力省下来，专注享受旅途的乐趣。而全场景的智能泊车，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目的地的泊车场景，都有着各种解决方案。再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预定唐 L 的用户中，超过70%的朋友都有着自驾游的需求。其实呢，无论是像家一样的灵活，
舒适的大空间，还是极致的 DMP 王者混动。当你开着唐 L 带着家人自驾露营的场景就被具象化了。把第3排放倒当做5座车使用的时候，一个675升的后备箱的空间可以装下一个足够大的帐篷，还有露营推车和家人的食材。不用在意目的地，无论是崎岖的山路还是刚下过雨的林地，你可以放心地开着唐 L DM 去任何一处你与家人想去的风景。一起出发，凌渊一下，唐 L 首搭着凌渊智能车载无人机快充版，作为行业内首个可在行车途中自动起降的车载无人机，凌渊拥有着2公里的极限跟飞范围，最高的动态飞速度达到了每小时54公里。从离开公路的第一时间，就让它跟着你的轨迹开始记录这一趟旅行，直到找到那一处被树林环绕但又看得见的天空的营地，让凌渊自主去返航。停下车，搭起帐篷，从慢充口插上插排，最大6000瓦的移动电站，轻松带起几个露营灯、2个电磁炉，和家人享受一段愉快的露营的时光。如果你准备在唐 L 里过夜，只需取下前排的头枕，打开遮阳帘，2.39平米的天窗可以为你和家人装下一整片的星空。向后放倒第1排座椅，在唐 L 的座舱的前2排就形成了一个1.85米宽1.5米的平整的空间，再铺上一张足够宽敞的气垫床，在关上车门的一瞬间，图书馆级的静谧体验会给你一个足够的安心的睡眠，直到清晨。这样的一次露营，就是我们希望带给大家独属于唐 L 的生活方式。在唐 L 车系里，我们也为大家提供了纯电车型唐 L EV， 它拥有着和唐 L DM 一样的空间、舒适、智能体验。在此基础上，唐 L EV 搭载着我们的超级一平台，通过兆瓦闪充、油电同速，彻底解决了纯电 SUV 用户对一家人长途出行的补能的焦虑，让大家把生活的半径可以从城市中解放出来。但即便在城市之中，它旗舰级的性能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个更有乐趣的驾驶体验。我们想用这台车为城市里的大家庭提供一种全新的选择。唐 L EV 作为一台大7座的纯电 SUV， 拥有着670公里的长续航，实测最快3.6秒的0-100加速，287公里每小时的极速，甚至超过了纽北最速 SUV 奥迪的 RS Q8 跑出的3.8秒的0-100加速，250公里的每小时极速。唐 L EV 让一台纯电 SUV 第一次如此强大，这就是我们的唐 L， 我们为大家庭打造的旗舰 SUV， 用户可以给结合自己的用车场景选出最适合的车型。我们希望它可以是一台陪您奔跑在奋斗路上的新旗舰，也可以满足一家人对新能源想象的大7座。下面我还是想通过一条影片和各位准车主们一起去感受唐 L 将给您和您的家人划时代的体验。
相信大家知道2台车出来，应该也快到最后一个环节了。汉唐 L 其实是我们为不同用户和用车场景打造的划时代的旗舰。无论您是单身，还是需要考虑家庭成员，无论你追求极致的性能，还是追求极致的空间，都可以充分的满足。大家可能好奇，有哪些群体会选择成为我们汉唐 L 的车主呢？我觉得，是不是 BBA 还有合资品牌的老车主，早就该换一台中国的旗舰了？我觉得，是不是开腻了传统豪华车的朋友们，是不是也应该体验一下划时代的电动化和智能化的技术了？各个追求新潮和前沿的精英们，是不是应该放弃燃油车之后，奖励给自己一台称得上极致的新能源的座驾了？还是那些为梦想和家庭奋斗打拼的社会的中坚，是不是也该选一台能照顾到每一位家人，自己开着也舒服的旗舰的 SUV？ 所以呢，汉唐 L 的车主朋友们就应该是这样一群不乏对生活的追求，永远渴望站在时代潮流的年轻一代。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已经感觉到我们今晚的发布会，刚才我说的进入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上次技术发布会，我用汉唐 L 首发超级1平台和此前最优秀的同行们对比了一下参数。在全球市场里，这些独一无二的技术和体验，假如说用竞品的定价做参考，那至少是50万和80万。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之前
公布的我们的27到36万的预售价还是定的便宜。毕竟合计拥有16项全球第一的划时代的技术。那假如用成本定价来说，单是我们的超级E平台包含的全域的千伏架构、闪充电池、3万转电机、1500伏碳化硅功率芯片，就这几样，相比同级别车型的400伏、800伏，增加的成本足够再让你买一台 A 级车。汉 LEV 的定价，坦率来讲，真的很难。但相比竞品定价和成本定价，我们更应该考虑为用户定价。既然我要做年轻人的第一台旗舰车，那就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就能入手。因此呢，我宣布汉 LEV 全系搭载超级E平台，全球5星标准打造的全为安全配置，4纳米芯片加持的智能座舱高阶版 D-Link 150，价值3万元且整合云辇育苗智能系统，价值2万5千元的天神之眼 B 的高阶支架激光版，以上所有的配置全部标配。大家期待他们的价格吗？好，我一个一个来介绍。我先说701公里的汉 LEV 激光雷达尊享型，从它的名字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不仅标配了激光雷达，我们还把很多舒适的配置都做成了标配。所以即便尊享型是汉 LEV 的入门款，却已都标成了对标35万级产品的配置水平。35万级的配置不含我们的全域千伏架构。动力方面，原生的后驱纯电，同享的全域千伏架构，3万转电机和碳化硅芯片，500千瓦单电机，甚至超过了不少四驱车型，可以达到5.5秒的0-100加速。那它的售价是21.98万元。真的很难，为了我们的用户。再来看看我们701公里激光雷达旗舰型，作为汉 LEV 后驱版的顶配，相比尊享型，它更会照顾到全车的乘坐感受，针对性的增加了前排座椅电动腿托、后排座椅通风加热和按摩功能。从这个款型起，还加上了我们7升车载冷暖冰箱，所以多了这么多配置，那它的售价应该是23.98万元。最后，我们的性能控的朋友们哈，我们的4驱激光雷达版的旗舰型，在上的一款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我们的4驱以及相应的底盘控制系统，保证它更强劲的性能可以最稳定、舒适和安全的输出。我们希望用这个款型为大家打造一台最极致的汉 LEV， 2.7秒的0到100公里的每小时的加速， 4.74秒的100到200公里的每小时的加速，305公里每小时的极速。我相信汉 LEV 4驱版的车主们将会第一次在一台纯电旗舰轿车上感受到媲美1000万级超跑的极致性能。所以大家觉得它的价格应该是多少呢？27.98万元。
极致的技术、惊喜的定价。今天起，让我们以超级E平台全域千伏架构，重新定义中高端纯电旗舰技术标准，让20万以上的主流纯电正式进入造瓦散充、油电同速的新时代。那同时，划时代旗舰轿车的汉 LDM，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汉 LDMP 有着3.9秒的破百强大动力和解耦智能电视机，亏电油耗仅4.6升。汉 LDM 更拥有3.9升的极致的油耗和200公里的纯电续航。我们给汉 LDM 拿出了这样极致的参数组合，就是希望它能在20万以上的市场，用不同的传统豪华品牌的划时代技术，让那些拥有过或者开腻了 BBA 的用户，也能拥有一个满足他们所有想象的新能源旗舰体验。我宣布，汉 LDM 3款车型的售价分别是200公里激光雷达尊享型20.98万元，200公里激光雷达旗舰型22.98万元，4驱激光雷达旗舰型25.98万元。今天车有点多啊，兴奋的时候也比较多。最后呢，是我们的唐 L， 我给大家我们的大家庭准备的旗舰的 SUV。其实呢，给一台 SUV 的定价和定配置本身就比轿车更难，因为要考虑到乘客和场景更多。我把配置拆开给大家看一看哈。单就是整套跟家里面沙发一样舒适的豪华大7座座椅，能灵活的调节，再加上通风、加热、按摩等舒适性配置，成本就3万元以上。给唐 LDM 定价的时候，我们也参考了市场中最为畅销的、非常优秀的2款中大型 SUV， 发现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增程式的动力和5座的布局，尽量拉低了入门款的价格，但是呢，将更多实用性、舒适性的智能配置呢，都放到了中高配或者的选装上。比如说，你想要第2排的座椅按摩，要加2万；选装激光雷达要加3万。但是呢，要给大家庭打造的旗舰 SUV， 想给全家人一个更舒适安心的空间，结果反而要为这些实用的配置承担溢价吗？我们决定让唐 LDM 给用户一个不妥协的新选择：5米的车长，大7座的空间，D-Link 1150的智能座舱高阶版，价值2万5千元的天神之眼 B 高阶自驾激光版，以及价值3万元的云辇预瞄智能底盘全系标配。唐 LDMP 更全系搭载了解耦智能电视区、王者混动带来的4.3秒的0-100加速和5.6升的馈电油耗，全场景的动力更强，能耗更优，远比增程更强大、更全面。唐 LDM 的价格让我们逐个跟大家揭晓。首先是我们的215公里激光雷达旗舰型，它搭载的第5代 DM 技术 ，DMI 超级混动可油可电，标配215公里的纯电续航，完全可覆盖1周的通行，低至4.9升的馈电油耗，1430公里的综合续航。作为2驱车型，同样的拥有着产品力，配置全面拉满，它的价格是22.98万元。如果针对性能和市区有更高的要求，可以选择 DMP 的王者混动。我们的200公里市区激光雷达的旗舰型，它的价格是24.98万元。
还有很多朋友希望在唐 L DM 不仅更全面，同时还可以带您去人迹罕见的风景，那就可以选装一台无人机的玩家版。它搭配的21寸的轮毂， 2.0T 的电动隐藏式拖车钩，2吨的电动隐藏式拖车钩，还有0元以下马上出发的智能车载无人机系统，足够陪着你随时撒野。它的价格是28.58万元。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感受到我们的诚意，不分高低配，只看动力需求。这台给大家庭的旗舰 SUV， 就是希望任何家庭都能选出最符合自己的满分的答案。最后，我相信呢，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我们唐 L EV 的公布售价。我也相信，等待这台车的用户应该比我们更清楚的它的独特性。一台没有补能焦虑，拥有最强技术的大7座的纯电 SUV。所以我也带来了3种配置：划时代的超级一平台技术， D-Link 150的智能座舱高阶版，天神之眼 B 高阶支架激光雷达版，以及云辇预瞄智能底盘全系标配。现在我宣布，唐 L EV 的售价为4驱激光雷达旗舰型28.98万元，670公里激光雷达旗舰型25.98万元，是不是意犹未尽？刚才说的是3个，那我们再来一个哈，670公里激光雷达尊享型23.98万元。技术平权，用户选择，不但我们的技术要高，还是要得到用户的认可。以上的价格，大家满意吗？满意吗？我觉得还不够。在国家促进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引导下，我们决定6月30日前额外置换购买汉唐 L 的准车主们，给予首销期限限时补贴置换1万元。这个肯定是个惊喜，但是惊喜不止一个。用户是我们的朋友，我也知道有太多的我们比亚迪的老用户都在期待着我们汉唐 L 的上市。为了感恩我们千万名的比亚迪的用户的长期的支持，我们决定将本品的置换权益额外再加码5000元。我宣布6月30日之前，比亚迪老用户置换购买汉唐 L 首销置换补贴升级为15000元，包含我们限时选装礼在内的更多汉唐 L 购车权益，请看大屏幕。在结束今天的发布会之前，我想再多说几句心里话。无论大家是喜欢还是觉得我们哪里没有做得更好，请直接告诉我们。就像我们开头说的，汉唐的上一个10年，我们从插班生变成了跳级生，而汉唐 L 绝对是我们面向下一个10年的心血之作。我们希望汉唐 L 的车主一起可以在一段的故事里走得更远。谢谢大家。